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162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国乔自从推出了功夫 Pro 这一个缓震科技之后，曝光度是越来越高了。把这个科技用到了篮球鞋上面啊，让这一个本来可能就要濒临倒闭的品牌又重新复苏。越来越多的篮球爱好者们开始购买他们家的产品，而我自己一直都是没有购买的。那即使听别人说啊，他们的球鞋有多棒，但是外观上面啊，没有一款能够激起我购买欲望的。直到这一双毒牙 Pro SE 的出现，它成功的让我打开了我的钱包。那实战鞋实战性能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一双鞋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呢？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在外观方面，你觉得它可以打到几分呢？我手上这一个无前的 MVP 配色，我个人觉得啊是最好看的，简约大气，简约又不简单，跟某商务男装非常的像。在鞋舌的提环上面有着它的背号33号，而在侧面有着一块类似于闪卡但是不会变的塑料线，上面应该是吴前的个人签名。在鞋舌内部用刺绣的工艺刺了 MVP 的字样，并且在后跟的鞋底处印着一往无前，吾之所向的字样。有没有大侄子 PE 那味儿了？跟心之所向，身之所往实在是太像了。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朋友们啊都在调侃说大侄子原来签的是国乔啊之类的话。而在后跟处上翻的橡胶材料上面，魔力被印在了上面。整一双鞋身上，除了鞋底以及球鞋的内部，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国乔的 logo。看来他们还是知道大伙儿对于他们的这一个 logo 啊，其实还是比较在意的。OK， 看完外观，我们来看一下球鞋在实战方面的表现。首先，我们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在大底方面，这一双鞋采用了这一种点状式的纹路，这种纹路一般情况下在抓地力方面都会有着比较不错的表现。而这一双鞋在抓地力方面确实表现得不错，不管在什么场地上都能够拥有非常不错的抓地力表现，并且对于吸灰方面的控制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即使在灰尘比较多的场地上面，它依旧能够拥有非常不错的抓地力。基本上啊不怎么需要去擦拭鞋底，但是在耐磨性方面的表现我就不得而知了。毕竟这个配色用来打室外的话还是不太合适的，拿它去用来打外场的话，那不得带把刀啊。但是它的大底硬度还是比较不错的，我相信它打室外的塑胶地问题应该不大。而在中底方面使用了全掌的 GoPro 缓震科技，并且在外侧用了软质的 TPU 键进行了中底的加固，在内侧只有后跟处做了加固。GoPro 和 GoLite 在缓震方面的体验其实差别并不大，都是纯软，并没有什么弹的感觉。如果你就是比较喜欢这一种比较软的脚感，那确实这种缓震材料是比较适合你的。但是这一种软大于弹的中底缓震材料，如果你还想要拥有比较好的缓震极限，那就需要绝对的厚度。对于我180斤的体重来说，我还是能够比较明显的感觉到它缓震的不足的。双脚后跟着地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震脚的感觉。对于体重高于160斤的朋友来说，它的缓震啊是不够用的。而它在前掌的厚度还算是比较薄的，所以它在场地感方面有着比较不错的表现，并且较薄的前掌厚度让它在反应性方面也表现非常好。但是它的中底啊有着比较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它的后跟力线有着比较明显的问题。虽然外侧的包围面积比内侧的更多，但是它的力线却更加偏向于外侧，并且因为球鞋的中底材料是非常软的，导致它的后跟形变空间非常的大，即使做了大面积的包围，作用也并不是特别大。可能这种材料还是更加适合用来作为内嵌式的缓震材料，并不适合用来这样用。而这双鞋上面这样的中底设计，让它在稳定性方面有着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穿在脚上非常的不放心，并且之前我测的那一双冰刃啊，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不过冰刃并没有力线方面的问题，但是它的形变空间也是非常大的，都是有着这一种伤病的风险的。但是之前的冰刃是一个恰饭的视频，所以不能说的太直接，有伤病风险的篮球鞋我都是不推荐大家购买的。不过这一双鞋价格毕竟还是比较便宜的，那如果是养生局，我觉得还是可以搞一下的。
而在鞋面方面，这一双鞋采用了大面积的高强度针织材料加上 mono 网纱的组合，并且在一些重要的位置也压上了一层热熔材料，进一步加强了鞋面的强度。在球鞋的侧面还有着中底的 TPU 键上翻，这一双鞋在鞋面的支撑性方面表现是非常好的，不管做什么动作都能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但是它的鞋楦还是略微有一些偏宽，对于像我这样脚型略微偏瘦的人来说啊，在前掌的锁定并不是特别好。虽然前掌有2对动态鞋带孔，并且它们的确是有着一定的作用的，但是作用并不是特别大，调节的范围是比较有限的，拉紧之后依旧得不到我想要的包裹。但是如果你的脚型是略微偏宽一些的，那你能在这一双鞋身上得到特别优秀的包裹体验，不管是动态锁定还是静态包裹，它都会有非常不错的表现。但是这一定是在你的脚型略宽的情况下啊，那其他的脚型我觉得都够呛。不过即使在前掌并没有办法得到特别优秀的包裹体验，但是在锁定方面并不会有问题，并不会出现任何顶脚趾或者是不跟脚的情况，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而在支撑性方面，球鞋的侧向支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中底的大面积高强度 TPU 也让球鞋拥有了非常不错的刚性表现。不过它在足弓处的支撑是不足的，虽然它的中底 TPU 做了那么可能不到1公分的上翻，但是这根本没有区别，好吧？并且中底的缓震材料又特别的软，球鞋的足弓支撑是完全无法满足我的需求的。穿着时间久了之后，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足弓处的疲惫。在稳定性方面是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问题的，它的后跟处有着明显的立线不正问题，并且它的后跟虽然有着包围啊，但是后跟依旧非常的软，形变空间非常大，在做一些后跟着地发力动作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它那明显的泄力感，这一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存在着伤病的风险，大家一定要小心。在重量方面，它的表现还是非常棒的。单支42码的 Duya Pro SE 重量是351克，重量非常轻，这一点啊的确不错。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分6.8分，这一双鞋不到300的价格，我觉得啊它在性价比方面确实是不错的。那如果你的体重比较小，你是可以购买这一双鞋的。但是如果你想着什么300块购买全掌超临界这一种噱头，你可能会失望。它的中底只有软，并没有其他品牌的超临界那一种韧弹的感觉。小体重可以购买，但是如果你的体重比较大，这一双鞋我绝对是不推荐你购买的。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42码还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大家有空来做 Peace。